안녕하세요，Cindy也有。还记得我上次做的宇宙少女魔法学校系列的完整 MV 解析吗？今年以 Would You Stay 主打歌 La La Love 再次回归乐坛的宇宙少女，虽然很可惜，因为行程因素还是以10人体制的非完整体回归，但是这次的 MV 一样藏了非常多的彩蛋哦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宇宙少女 La La Love 的 MV 解析吧。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给我一个赞。想看更多影片，记得用力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漏掉最新的影片哦。都按好了吗？那就让我们继续上路吧。其实这次在 Would You Stay 的 showcase 上面，成员们曾经有提到，这次的专辑将会是整个魔法学校的结尾。但是我第一次看 MV 的时候，觉得突然一下子转变很多的感觉，而且因为最后包娜有独自一个人抬起头来的画面，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觉得好像还在为下一部作品铺梗。但是呢，整理之后呢，的确这个作品可以说是整个魔法学校的结尾，没有错。那我现在就来说明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想。第一个彩蛋就是报纸，指的是多院手上拿着的这份报纸。其实他仔细一看，上面有非常多的资讯。上面的照片是他们这次 MV 在马戏团的圆桌，同时往帐篷外看的场景。右上方可以看到报道的日期是2016年2月25号，就是宇宙少女发行《某某某》一曲的出道日。而《某某某》的一开始有一个邀请函，那其实邀请函就会让人联想到去看马戏团的时候需要的一个入场券。再来左边的这个文章呢，有提到了关键字 Mary Poppins， 其实就是在今年即将上映的《爱满人间》，是一个迪士尼系列的电影。那 Mary Poppins 这个人呢，她其实就是一个神仙保姆，类似神仙教母的概念。她会使用魔法，而且可以把不可能的事情化作可能。这个呢，也呼应了这一次在 MV 里面不断出现的3年级梦想实现家的课本。在照片的正下方有一行句子 ：Someone in your life needs a letter from you。Letter有2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信件，再来第二个呢则是字母。这里呢有个小彩蛋是，宇宙少女在刚出道的时候，曾经用他们的 Would You Sonyo、WJSN 这4个字母分成了4个小分队，分别是 Wonder、Joy、Sweet 还有 Natural。再来第二个彩蛋呢，就是打字机。在这部作品里面，操作打字机的人是 Luda， 那是一个叙述者旁白的感觉。那这边的第一个小彩蛋呢，就是韩国的 MV 在整个 MV 的左下角都会有 MV 发行前的审核日期，还有在右上角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小的圈圈，里面会有写数字，这个是年龄限制的意思，就是像我们的普遍级、限制级。这边有关于打字机的第一个小彩蛋，就是在 MV 的一开始，Luda 打字的时候，这边这2处的特效都改成了打字机的效果。再来第二个关于打字机的彩蛋，就是这次的 Secret Film。宇宙少女在这一系列魔法学园的 MV 发布之前，都会有一个 Secret Film。这个 Secret Film 呢，通常都会藏了非常多的讯息，那也习惯会用旁白或是下面字体的方式来带出这次的歌词还有主题。那这一次呢，其实也不例外，只是差别在于这次呢有一个 Luda 在打字，然后下面的字的特效也是做成打字机的效果。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彩蛋，就是之前 Secret Film 的旁白呢都是单指那一次的概念或是那一首主打歌的歌词，但是这次的旁白是截录了所有专辑里面的歌的歌词，把它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文章。这句至今仍未完结的故事内是截录了收录曲《Cantabile》。看它壁垒是意大利文，它其实可以用在钢琴的术语里面，是表示如歌的感情丰富的一个形容词。我们存在相同的时间里，这个是节录自 Kde Uli Memories 的歌词。我们之间是否已经结束了？这是 You Got 的歌词。请抓住我的手，陪在我的身边。这首歌是这次也有表演的 Star 的歌词。我要顺着一道光离开这梦境。这个是 12 o'clock 的歌词。再来连续3句的 Love 盛满我的双手， Stay 绝不会被打破的 Frame， Forever 在那之中的永恒。这个就是主打歌 La La Love 的歌词。那这个文章呢，它整体的大意是在说要离开了魔法学园这系列的这个梦境，而 Luda 则是负责把这整个故事呢记载在书页中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2个 Secret Film，他们的2个大意呢，都是在讲说宇宙少女在成为魔法学园的学生的动机，还有他们的使命，其实就是为了要让梦境变成现实。那这次他们决定要离开梦境，也证明了他们正在慢慢的把这件事情成真，可以渐渐的从梦境
走入到了现实的层面。这次在 La La Love 的 MV 里面呢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这匹纯白色的马。这次跟这匹马最有互动的成员应该就是雪儿了。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呢，其实也呼应到了之前 I Wish 的 MV 里面，雪儿是负责设计然后制作出这个独角兽的人。那独角兽的形象其实跟白马的形象是非常类似的。在 Secret Film 还有 MV 当中，骑着白马的人是雪儿，而 MV 中还有一个画面是恩熙倒在马上面，跟夏天抚摸马这个画面。雪儿呢，就是在上次的 MV 中最后一个留下并且掉下眼泪的人，而恩熙则是2年级唯一没有进入到燃烧的木屋中的成员。夏天呢，则是在最后幻化成蝴蝶的成员。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，找到圣经启示录当中关于4骑士的解释。圣经的启示录4骑士，它其实都有分别代表的一个象征，还有一个能力。那其中第一个白马是福音的意思，那也有人说它是基督骑着白马迎向胜利，当然也有其他的解释，但是我觉得这边可以取的这个福音的说法，代表说白马可能是梦境中的使者。那成员们骑着白马呢，可以得到一些现状的改变，或是呢离开了梦境的这个世界，实现他们的梦想。在 Secret Film 里面有这个画面。在这边，鸟笼内外的圆形灯泡都各有13个，而当中的这个大灯泡则是有5个。宇宙少女1、2、3年级的设定中，刚好3年级的成员就是有5名成员。那在 Secret Film 中，1、2年级的成员也分别在一个大的鸟笼附近徘徊，或是在充满鸟笼的场景出现。而鸟笼代表着囚禁，可能暗示着他们之前被关在梦境里。这5个梦想实现家的灯泡呢，是在鸟笼的外面。包娜在 Secret Film 中也有触碰灯泡的画面，代表3年级的成员带着其他所有人一起离开这个被鸟笼囚禁、被梦境囚禁的状态。那这整个黄色光芒也很像 I Wish MV 最后他们放起的天灯。在这次 La La Love 的 MV 里面呢，出现了非常多的灯、蜡烛还有泡泡的元素。其实这3个元素呢，也曾经出现在上次 Would You Please 的 Secret Film 里面。不一样的是，上次 Would You Please 的 Secret Film 里面，成员看起来表情都非常的凝重，而这次在 La La Love 里面呢，则是非常的开朗，沉浸在其中的感觉。那我们了解彩蛋之后，其实就已经稍微可以看得出这次 MV 所要传达的一些讯息。那最后我再整理一下整个 MV 的剧情脉络。在整个 MV 的一开始，Luda 打字完之后，可以看到整个马戏团的场景。那这边一开始就出现了紫色的蝴蝶。上次我们在 Would You Please 的 Secret Film 里面有看到了月见草，那这次结合了紫色蝴蝶还有鸟笼跟花的意象，联想到的是鸢尾花。鸢尾花它其实别称就是紫蝴蝶，而紫色的鸢尾花它象征的就是爱情，也呼应了队长的 rap And it bloomed in my heart, I call it love。鸢鸟花的花色除了紫色之外，还有其他非常多的颜色，就像彩虹一样。而它的英文名字呢，就是源自于希腊语中的彩虹的意义。那我之前在宇宙少女的上一支 MV 解析里面有提到，关于光的元素其实常常出现在宇宙少女的 MV 里面，之前都是以白色的状态出现，这次却出现了非常多绚丽的彩色的灯光，就也呼应了鸢尾的这个设定。接下来成员的场景就是出现了泡泡，还有照相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转瞬即逝的事物，呼应到了 Everything happens in the flash。除此之外，鸢尾花它的花语也有光明或是自由的意思，更是呼应了这次的整个主题。他们即将要离开这个梦境，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迎向自由。但之前的忧愁也完全不一样，在这次的 MV 里面，大家都笑得很开心，就像他们的马戏团的招牌 Carnival 嘉年华一样，很享受在当下的这个庆祝的派对气氛。那在这个大家围着桌子抽牌玩乐的这个画面，桌上放的课本是3年级梦想实现家的课本，也代表着宇宙少女他们的梦想，也就是将梦境化为现实这件事情即将实现。最后成员们享受了整个嘉年华，坐下来聊天笑闹，但是最后他们睡着的时候，只有包娜一个人独自醒来。这个地方呼应了魔法学校的第1部曲 Dreams Come True 的 MV 最后包娜从梦中醒来的画面，这边就用了同一个角色的类似动作进行转场，所以呢，这整个故事是前后呼应的。从之前 Dreams Come True 还有 Save Me Save You 可以看出现实中以及梦境中的宇宙少女，以及他们努力的想要把梦境转变成现实的过程。在 La La Love 呢，就可以看到他们逐渐的把这件事情成真，将梦境中的美好都转为现实。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梦想实现 Dreams Come True 的过程。在经过查资料跟解释之后呢，我可以理解这次的 La La Love 的确是整个魔法学校系列的最后一集。
但是呢，我觉得导演其实在 MV 里面还是留下了非常多的伏笔，而且上次其实也有留下了非常多的伏笔，没有在这次交代清楚，整个过程跳得有点太快，这是一个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可惜的地方。另外一个可惜的地方就是这次依然是以10人的非完整体制回归，不过导演在这次的 MV 里面还是延续了上次的方式，用了流星来代表暂时无法活动的3名中国成员。虽然我个人觉得最后的结尾有一点点快，就是我感觉还想要看更多，然后还想知道一些细节。不过呢，这整体而言也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，幸好是一个好的结局，而不是像我上次稍微有一点黑暗的想说可能会有什么背叛啊，或是一些其他的情节，而且也有跟之前的第1部曲相互呼应到。以上就是这次 La La Love 的 MV 解析。这次想问各位观众，今年你们想要实现的梦想是什么呢？祝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。我是 Cindy，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 MV 解析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发片通知。我每个礼拜6的晚上8点半都会准时发片，平日则是礼拜1或3不定时的发片。谢谢你们看完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